话接上回，我师父将老头回忆到他师父带他去找刘三报仇，期间茶叶泡过了几泡，滋味早已带卤水，不过新添的热水，那热气儿还在，烟雾蒸腾中，那跌宕起伏的往事早已吸引住了我全部的心神，有好几次茶杯端在嘴前都忘了喝下去，将老头已经不说了，独自点了一管旱烟，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。我心里着急，不由得问道：师父，后来呢？后来你开枪了没有？开了，先是不敢，我师父说了，大丈夫快意恩仇，在那世道可没有个朗朗青天为谁主持公道。再后来，我师父拿走了刘三大部分的钱财，让赵家分给村民们，我就随他们离开了那村子。然后呢？故事太好听，我忍不住还在追问下去。什么然后不然后的？我跟你说这些事儿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你还有3个师叔，加上我是4个，我们4个分别成了你师祖几样本事而已，让你搞清楚，你是属于咱们门里的哪一脉。姜老头不耐烦回答我的那么多问题，直接说出了重点。不是有李师叔、陈师叔加你3个吗？咋还有一个？我不解。后来还收了个小师弟王立普，就是你王师叔。那师傅、师叔们呢？你咋不和他们在一起？他们是不是都在一起的呀？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想见见这几个师叔和师傅2个人的日子，未免寂寞。姜老头不说话了，连旱烟放到嘴边都忘了抽，神情再次出现了那晚一般的哀伤。可这老头没个正形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伤心，又忍不住问了一句：我师祖呢？在我心里，我师祖比起我这便宜师傅更让我神往。男人，江湖侠客，好身手，孩子的一切梦想的简直都满足了。想着我师傅猥琐，喜欢看大姑娘，馋，欺负小孩子，那罪状简直数都数不完。可没想到这句话一问出来，姜老头的身子却轻轻震了一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了，发现他眼眶都红了一下。可下一刻他就暴跳如雷，一个旱烟锅就给我敲了下来，大喝道：你说你个瓜娃咋就嫩多问题？信不信老子叫你去抄道德经100遍100遍100遍？因为激动，这将老头强调了2次100遍，那旱烟锅也敲得我脑袋生疼。我承认我怕了，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问了。平静了一会儿，姜老头说道：你是祖天纵奇才，按说道家玄学5脉，除了上古那几位，这流传1000年来，没人能说5脉都精通。可你师祖说他得了际遇，有幸5脉都有涉猎，哪5脉？其实对这些基本常识我是抓瞎的，师父也没给我详细说过。今天难得他说起，我也是很有兴趣听听的。山、医、命、卜、相，医是最好理解的，那就是医术药学，还有一些附带着存在的杂学，如复念立于药上、灵疗之术什么的。这个是你陈师书成的这一脉，命学、卜学，这2脉说起来密不可分，看人命，看大运，推乾坤、窥天机，都是这2门学问的继承者，最是厉害。你李师书成的就是这2脉。相学看人相，就如摸骨、手相、面相之类的，像阳宅、像阴宅的风水术都属于相学，这是你王师书成的。师傅慢慢地给我解释着，我觉得简直太神奇了，这玄学的本事个个都听得我很向往。更没想到医术也是玄学的一脉。医术也是啊，师傅，我忍不住再次确认了一遍，医术咋不是？扁鹊就是咱们道家的人，和庄子一样师承长桑诀、黄帝内经，也是咱们道家玄学的医书。可以说中医一脉都是属于咱们玄学一脉，你说是不是？姜老头跳起来激动地说道。可惜我才10岁，他说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，他那么激动也没用啊。可是我不敢表露出来，只得连连点头，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。姜老头这才满意。哎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出了个特别不懂事儿的师傅，那么注定他徒弟就要特别懂事才行。闹了这一阵儿，我才想起问起咱们这一脉，说道：师傅，那咱们就是山字脉了，是不是也特别厉害？咱们这一脉，哎，姜老头叹息了一声，也不闹了，酝酿了好久，才对我说道：咱们这一脉说起来的名声好听，是玄学5学之首，那4脉的本事都是围绕着咱们这一脉服务的。可是啊，现在行走江湖的
在外面能吃得开的都是那私卖的人，咱们这一脉没落得很，封建迷信说的基本就是咱们这一脉。咱们这一脉咋了？我一听，心里也跟着师傅发苦，可又不信。在我眼里，我师傅其实挺有本事的。山字脉最主要的追求是啥？成仙。发展一支一脉是为了给自己提供强身健体的药物，命不两脉，一是为了给自己驱凶避祸，二是为了行走江湖，筹得钱财。因为穷不修道，特别是山支一脉的修身是个无底洞，珍贵药材、各种做法材料跟烧钱似的。发展香支一脉更好理解，给自己香弟子。像风水之地清修也要筹钱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修山支一脉。姜老头一声叹息，我嘴巴都张大了。我在学啥？我在学成仙。虽说鬼怪我是见了，可这神仙却是从来没见着的，更没听师傅说起过。我自觉我也没这成仙的命啊，这不扯淡吗？成仙一说，姜老头也一声叹息，接着说道：反正道家的养生学几乎都出自咱们山字脉。说起来，咱们山字脉的秘术也是最多，仙、道、幻、灵、兵，讲的就是咱们山字脉的秘术。这成仙之术、道法、幻术、修灵、武术、掌兵说的就是这个。再分析一点，符箓之术、压阵之术、奇星借力、手诀、不刚、剑修等等，全部是咱们山字脉的秘术。总之，在民间抓鬼、除魔捉妖，也是咱们山字脉的人才做得了的事儿。我现在也理解为啥咱们山字脉会被说成封建迷信了，都他妈整玄的呀！成仙啊，抓鬼呀！你不迷信谁迷信？而山字脉这身本事，的确在这世间行走，是比不得其他四脉的，而且还是个花钱的篓子，怪不得那么惨。道家最终的追求和目的，都是这山支一脉大成。不说其他的，能成个人仙也行啊。可惜的是，这样的人千百年才能出几个。徒弟，你跟了我不觉委屈吧？姜老头说到这里，竟然像个小孩子似的，那眼光非常期盼地看着我。不委屈，抓鬼捉妖也挺威风的。我赶紧说道，是挺威风的。不管咋说，我心理上还是有优越感的。玄学五脉，我们到底还是老大不是？好，姜老头还颇感欣慰，不停地用力地摸着我的脑袋，那力气大的差点没让我成脑震荡。说起来，当年有我继承山之脉，师兄弟们其实也都是想继承这一脉的。算了，当年之事不说了。姜老头吞吞吐吐，言语晦涩，天知道他在说啥，我就听懂了一个意思。反正这最迷幻的山字脉，感情在他们几个师兄弟里面还是个抢手货。反正从今天起，我就要传你修秘之术，一些炼气炼内丹的法子也要开始慢慢传授于你。姜老头感动了一阵，忽然就严肃了起来。修秘之术，我好奇道：你不是羡慕我这一身本事吗？修秘之术就是画符、手诀什么的，从今天开始就要教你。我心里一阵高兴，这学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开始学我最想学的东西了。不过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我的身份。姜老头忽然说道：身份？什么身份？我一下子愣了。在我心里，我那师傅就是个好吃懒做的种，一身本事却甘于平淡，难不成还有个啥身份？不过我虽然才10岁，而且属于一点也不敏感的那种孩子，见姜老头这样严肃地说起，我还是想到了一些事儿。我爸去打电话的神秘专线，镇上的小院，还有就是那轰轰烈烈的迁坟工作，竟然是乡领导承诺给公分，亏我那时以为要全部算在姜老头头上。这些事情我原本是没有细想的，此时一下子涌上脑海，我还真就觉得我这师父神神秘秘的。虽说我喜欢闲云野鹤，但是我是为国家做事的。姜老头说道：给国家做事。我疑惑地望着他，国家的工人农民就他这种懒散，怕国家是建设不起来了。我是的确没看见他做什么正事儿。严格的说起来，就是国家要我出手的时候，只要是正面的事情，我是会出手的。当年我的条件就是绝不给单独的什么人做什么事儿，只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事情出手。毕竟我只是个小孩子。姜老头尽量浅显地给我解释着，可是我的脑袋有些转不过弯来。
可是前些年不是破四旧吗？破四旧破的可不是有真本事的人，以前骗子太多，以至于人民愚昧，真有本事的人又清修不出，搞得鱼龙混杂，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。这些事情太复杂了，而且道家玄学就如一把锋利的刀子。你觉得锋利的刀子能交给坏人玩吗？又能交给小孩玩吗？我不就是小孩，那可不好，我就快成破四旧的对象了。老子这是比喻。江老头怒道，就如很多人对世事蒙昧，就如小孩忽然学得了一招两式，很容易被挑唆，你懂吗？而且玄学限制条件太多，比起科学来说是不容易转化成生产力的。只要有少部分有真本事的人帮忙看住国家就好了，而且帮忙处理一些事情，不要引起百姓恐慌，让百姓好好过日子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问道：师傅，你的官很大吗？反正我见到那院子里的人都对师傅恭恭敬敬的，也见到乡领导都出面。这个其实世间权力与我无用，以后我会慢慢跟你说一些事情的，关于我身份更详细的事儿。现在你还太小，就记得我是会为国家做事的就行。江老头考虑了半天，才这样跟我说道：那师傅，你为啥要帮国家做事儿？你不是说你喜欢逍遥自在吗？道家之人当然要顺道而为之，助得道者。你读那么久的《道德经》，这点都不懂。再说，这是你师祖之命，他早就说过，以后我们几个弟子安身立命之处，就是帮助现在的政府，因为他们是得天下大道者，也就代表了国家，为家国做事儿，是为大德大善。江老头很简单地说道，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。而我也只有个简单的想法，我这师傅还挺看重积德的。从那之后，我每日的功课内容就变得更加繁重，道德经是不抄不读了，这读写了3年半，我就算想把它忘了都不可能。至于能悟到些什么，这个就是自己的事儿了。可道德经不读不抄了，却忽然多出了一堆的东西要我背。首先就是那繁复的关于画符的口诀，以前我认为《道德经》已经晦涩难懂之极，可这些口诀对于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天书。这些口诀江老头是不会让我写在纸上的，他教授我时也是直接口口相传，再具体到每个字儿。入门符箓的口诀相对简单，一般只有4句话，可是该怎么发音啊？具体的意思啊，能把人脑袋都给搞爆炸。每种符箓对应的口诀都不一样，你要深悟其意，而且这只是入门。除了这画符之时的口诀，每种符箓对应的还有结符煞的口诀，有些是心里默念，有些是需念念有词，有些是要大声念出。嘿，你给我注意断句，发音的重点在哪个字上？江老头就是这样对应我的抱怨的，一般最后的结果都是我挨训。天知道我是有多想实际的操作，亲自去画一张符箓看看效果。可是江老头只是瞟了我一眼，功力都没有的小傻娃，画出来也是废纸一张，给老子练功去。是的，练功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要练习的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修身法门了，而是真正的修真。这个修真可不是世人理解的长生之术，或许它曾经是，但到现在确实遥远了一些。简单的说，我开始练习真正的气功了。江老头曾经神叨叨地跟我说过，修而大成者，识气，气中自有灵，而最高等的呼吸之法是胎息之术。我一听就差点晕过去了。首先我就不能接受不吃饭，光喝西北风，让我当神仙我都不干。第二，胎息之术是啥？说白了，就是不用口鼻呼吸，而是用身体皮肤外吸自然之气，天地元气，内气流动穴窍。我一想就觉得那非得憋死我不可。面对我的情绪，江老头觉得非常好笑。瓜娃，你想多了，这湿气的气是天地元气，可不同于用口鼻呼吸的阴阳二气。你能到那层次，老子天天做饭给你吃。至于胎息之术，偶尔能达到那境界半个时辰都不错了。你这辈子把龟息之术给我练成就好了。你没见那乌龟都特别长寿吗？我到那层次还用你做饭给吃？我天天喝空气，不天地元气不就好了？师傅，
你这耍我呢？长期和姜老头斗智斗勇，我已经总结出丰富的斗争经验，他话里的漏洞我一听就知道了。对对，那我做气给你吃。姜老头嘿嘿一笑，气咋做？还能炒，还能蒸，还能炖野鸽子吃。我不屑地说道，咋不能做？我天天放屁给你吃不就好了？屁不就是一股气吗？姜老头头一仰，得意地说道。当时正准备打坐练功的我，差点一口喉头血没喷出来，我忍了又忍，一张脸憋得通红。得了得了，就当我上辈子欠着便宜师傅的了。不过玩闹归玩闹，到我真正练功的时候，姜老头却是比谁都紧张。虽说关于我们这一脉功法的独门诀窍，他已经反复地给我说明，并细细地把他的心得也教授于我，可他还是紧张。这气功不是说着玩的，一不小心就会练差，甚至走火入魔。姜老头紧张是情有可原的，所以道家的师承非常重要，没有师傅指导，除非大才大能者，普通之人绝不能轻易尝试。只是入门的气功就已经很难，我每天花在这个上面的时间非常多，可是进境却缓慢非常。首先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气感，气感是非常飘忽的东西，在捉住它以前，只能靠存思行气。这存思说起来简单，可全部心思集中在一件事上，是非常耗心神的事情。我一开始时常常做不到半个小时，就会有头昏想吐的感觉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姜老头却常常鼓励我，你的天赋已经够高了。我一开始时存思不到10分钟就会心神不集中，强行做下去更是伤脑。慢慢来，我的徒弟是很厉害的。这番鼓励包含着浓浓的情谊，那护短的感觉更是强烈。我时常也在感叹，其实我师父对我挺好的，常常让我很感动。当然在这些时候，我必须努力不去想他无赖的时候，比如让我吃屁什么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我明日继续。